这绝对是张曼玉尺度最大的一部电影。你除了会躺下收钱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倒挂也行。不会吧？哎呀妈的，我怎么会跟你谈这个玩意儿？我是说，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职业？比如说，卖豆腐也行啊。那餐摆门口还是床边啊？小玉果然在第二天就开了个豆腐店，但卖豆腐的方式却让降龙大跌眼镜，因为门口排队买豆腐的人其实都是贪图小玉美色而来。在和他深入交流2分钟后，一个个留下买豆腐的钱潇洒离去，只不过是收费的项目变了，其本质上还是那些卖肉服务。降龙这才反应过来，是小玉曲解了自己意思，要想改变他久视野鸡的卑贱命格，必须唤醒小玉最在意的东西才行。于是当天夜里，降龙化身小奶狗进入小玉梦中，利用他对自己的崇拜劝其从良自爱，从而收获世间最珍贵的爱情与亲情。而听完这些的小玉猛然惊醒后，充满信心的他自此决定弃娼从良。当天晚上，降龙领着九世乞丐朱大长来到怡香院，因为在这之前，降龙发现朱大长只有在看到小玉时才会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字和容颜，这明显是暗恋对方。于是降龙利用心想事成善障眼法术，将朱大长变成了一个帅气公子，想着趁热打铁让他重拾自尊信心。临进去前，降龙嘱咐朱大长，法力只维持到初更时分，届时他和狗屎变的黄金就会变回原形。可怡香院的掌柜却不知道这些，在热情接待朱大长时，有没有相熟的姑娘啊？小玉，她的大姨妈来了呀！哎呀，她的大姨妈刚走啊，不过她住在这儿不接客的呀。哎呀，不要紧，她偶尔客串一下，你跟我来吧。在超能力的加持下，朱大长点了一份鸡屁股刺身，便开始和小玉把酒言欢。而小玉知道他是降龙的徒弟，更是爱屋及乌的一直打听降龙平常的爱好与习惯。然而就在这时，9世恶人袁霸天也来到这里。这一下3个要度化的人都到齐了。降龙直接将扇子变成倒计时油灯，然后自己化身达摩祖师，准备启动嘴炮模式度化袁霸天。可结果，看着他！见袁霸天这么暴虐嗜杀，降龙拿出藤条对他进行一顿大爱感化，但结果却适得其反。袁霸天抡起大刀进行疯狂反击，俨然这厮又进入了暴走模式，打起架来没遮没拦。而降龙又怕一不小心把他打死，只能迁就着他从院外打进屋内。打到激烈处，袁霸天更是将房间楼梯拦腰斩断，然后一招泰山压顶落在降龙额头，并且见降龙依旧毫发无损，他当即一记重刀竖劈而下。这种执迷不悟的做法，令降龙终于也不再刻意留手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好以暴制暴。铁头功！认输了吧？叫你当和尚，又不叫你去死！马上乖乖跟我回去！可袁霸天却用头破开酒瓶，然后拿着碎片缓缓朝着降龙逼近，意思很明显，今天在场2人必须要倒下一个。降龙不想和他继续缠斗，果断下死手将袁霸天的手腕拧断，以为这一下将其彻底打服，袁霸天就会皈依我佛跟自己走。可谁知这小子反手就是一刀，好在降龙变身有达摩加成，这才可以抵挡伤害，平安无事。人心之恶，能无可救药到这种地步。降龙七身上前就要除掉这个祸害，但关键时刻他还是停住了，因为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和袁霸天的暴虐嗜杀简直如出一辙。那么自己和坏人又有什么分别？可放过9世恶人袁霸天，他肯定还会继续作恶。我佛慈悲，大吉大利。而就在这时，扇子的法术时间马上就要结束，降龙赶紧捧着油灯去找朱大长，不过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油灯熄灭，降龙瞬间变回了肉体凡胎，同时朱大长也被打回了原形。那股与生俱来的自卑感立即袭遍全身，他不敢再和小玉对视，于是慌慌张张的准备离开。可没想到，小玉却根本毫不在意他的容貌，并喊话2人如今是最好的朋友。而这看似极其普通的一句话，却让朱大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。也就在此时，袁霸天顺着踪迹追到了小玉这里。都说你不要被我看到了，看到你我就火的，你还想白吃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白吃，我有钱啊！如今袁霸天正在气头上，这一捧狗屎瞬间让他更加上头，当即对着朱大长下死手，开始泄愤。小玉见状，赶紧向袁霸天解释，朱大长是自己的男朋友，并没有白吃。结果袁霸天立即转移目标，将小玉绑住后朝着他的香肩咬去，可谓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。眼看心爱之人在自己面前受伤受辱，朱大长终于不再胆怯懦弱，他鼓起勇气拿起凳子猛砸，但奈何此举就是鸡蛋碰石头。等降龙赶过来时，朱大长已被凳子腿刺穿身体，降龙还想拉着他准备离开找人救治，袁霸天又狠狠捅进一根补刀，并且一脚将降龙踹飞房外。他要降龙亲眼看着朱大长被自己活活杀死。现在去死吧！不要叫我大种，叫我朱大长。
朱大长终于捍卫了自己的尊严，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九世乞丐，但代价却是自己的性命。失去了法力的降龙保护不了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倒在血泊当中。而这还不是最惨的，随后元霸天让手下强行扒开降龙双眼，欣赏他在小玉身上发泄着怒火。不仅如此，事后元霸天还故意留降龙一命，并扬言每天定点定时折磨小玉，彻底瓦解掉降龙的度化之心。但降龙怎会甘心就此失败？他毕竟是一个神，于是喊出土地打听情况。要怎么样才可以救大种啊？土地告诉他人死了会进入枉死城，那里是邪神黑罗刹的地盘，如果有足够硬的本钱，倒是可以讨价还价换回朱大长的魂魄。得知了这一情况后，降龙当即赶回国清寺，抱着自己的金身打算遁地救人，因为金身留有残存法力，可以带着他自由出入幽灵鬼界。很快，降龙来到了幽暗的地下，而接下来入眼泥浆中的冤魂和一排排巨大的脚印，以及时不时传来的鬼语哀嚎，成了多少80、90儿时的童年噩梦。紧接着，降龙追到小山般的黑罗刹，大黑鬼，给我站住！什么事啊？放了他！你是如来佛祖吗？不是。我呸！降龙以为黑罗刹和如来佛祖相属，赶紧说自己是如来的死党，让其石像点马上放了朱大长。结果下一秒，他被黑罗刹180码的大脚踩成了人体模具，一气不成再换一季。降龙跪舔黑罗刹英明神武套近乎，并在交谈中发现他想要自己金身，于是提议用金身换回朱大长的魂魄。可不料交易时，黑罗刹这个大怪物出尔反尔，顺利得到降龙金身后，不仅吸走了朱大长的魂魄，还把降龙一脚踢回了地面。如此一来，降龙是彻底没了主意。他背着朱大长尸体回到国清寺，这时却看到寺里大大小小各路神仙，因为他擅自拿走金身和邪魔交易，都卷铺盖准备换个地方装13，就连观音的神像也流下眼泪，随后轰然倒塌成了一堆碎石。